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美国海军宣布啊，它将在今年的夏季成立美国海军的第一支无人舰艇部队。那么在无人舰艇这个领域里边啊，美国可以说是走的最早的啊，因为它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筹划，就是无人舰艇啊，大量的投入到海军啊去使用这么一个计划。到了2018年呢，就开始进行相关的这种测试。那么到了今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呢，准备成立这样一支无人舰队。其他国家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建制。那么我们看，美国虽然成立了这样的舰队，但是呢，它目前的规模并不是很大，因为它这支舰队呢是准备放到美国的第5舰队啊，就是在中东这个区域来管辖和使用。它的指挥官呢，也就是一个上校级的军官。那么一般的，他现在这个航母的舰长或者是巡洋舰、驱逐舰的舰长，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军衔。而你现在无人舰队的指挥员也是这么一个军衔，说明他的这种编制的地位并不是很高，而且他编制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大概10几艘的舰艇，最大的无人舰艇可能都不超过100吨。因为对于海军而言，它是这样划分的：500吨以上的叫舰，500吨以下的叫艇，所以它连舰的资格都不够。所以即使是成立这样一个无人的舰队，它也是在进行测试和尝试，而不是说真正成立这样一个无人舰队就去执行真正的军事任务，或者是航母编队啊，或者2栖作战的舰队啊，去执行攻击啊，或者是大规模的对抗这种任务去了，它还没有这种能力。那么我们说，美国下一步会把无人舰队，比如说扩大啊，比如说原来10几艘，我现在几十艘，现在只有100吨的，那我将来可能有几千吨的甚至上万吨的这个无人舰艇，组织这么一个舰队去作战吗？不会的。实际上啊，就是目前美国它并不是要组织这么一个无人的舰队去像有人舰队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实际上还是在测试，就是用无人舰队要和有人舰队很好的配合来执行相关的军事任务。因为很多的军事任务无人舰队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因为它的这种作战的能力是不够的，尤其在大国的海上争夺这个制海权、制空权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可以搭载几十架、近100架的这个飞机，它有11艘的航空母舰，那你无人舰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啊。那么还有呢，像2栖攻击舰啊这样的2栖作战能力，那无人舰队现在也没有。所以我认为，在下一步就是美国的无人舰队，它是要和有人舰队的配合，而不是要取代有人的舰队。再有一个呢，它部署的区域，它很有可能大西洋方向部署，因为它要和俄罗斯进行对抗，要显示在欧洲的这种掌控海上方向的能力，同时也要在太平洋方向部署。但是呢，它是一种完全配合有人舰队的这种部署。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下一步会进一步的发展无人的舰队，扩大无人的舰队，但是在使用上，它不是用无人舰队去取代有人舰队，也不是说就是这个无人的舰队将来发展的规模越大，拿这样的无人舰队去和其他的国家的海军去做一种硬性的对抗。特别是在和平环境时期呢，它可能大量的使用无人舰队，比如说它现在到有些国家抵近侦察的时候，或者进行挑衅的时候，是用有人的舰艇，但很有可能遭到别人的打击和驱离。而你用无人的舰艇，一个是体积小、隐蔽，这个在海上停留的时间长，同样可以达到侦察监视的目的，而且成本非常的低。所以我觉得在和平时期呢，它很有可能下一步呢，用更多的无人舰艇来代替有人舰艇进行这种抵近侦察的活动，这样既避免了人员的伤亡，同时也降低了它使用海军的这种成本。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成立这种无人舰队，下一步可能部署的区域和使用的方式。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